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就在刚才，官方公布了1.4下半的托帕卡池。这一视频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托帕的技能解析以及卡池抽建议啊，适合什么样的玩家去抽取，怎么抽性价比最高，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实经验，同时视频对于转发权重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经验拿，谢谢。托帕的普攻单体攻击的，没有特殊机制。战绩对指定敌方挂上一个追加伤害的易伤效果。从前张直播可以看出，这是50%的易伤啊。敌方如果没有这个追加易伤，如果是我方角色回合或者行动，也会给敌方随机挂上一个。也就是说，这个易伤是常驻效果的，给敌方挂上的，大大提升对于追伤害的角色增益覆盖率。这波警员克拉拉几乎是狂血了，不用担心覆盖率问题。而且托帕战绩属于追加伤害的。终结技使战将进入这个斩服状态，提高倍率伤害以及爆伤。如果使用普攻战技大招攻击有附带证明的，也就是易伤效果嘛，可以让战将行动提前，包括队友的普攻战技大招都可以触发战将的拉条。托帕的大招类似警员的神君以及克拉拉大招的结合体，也是托帕的角色的主要输入来源了。天赋战斗开始时召唤神君，不对，是战将有初始速度，行动是造成追加伤害的。攻击有附带证明的敌人，当我方角色对这个附带证明的敌人造成追加伤害时候，可以让战将行动提前，战将回合内是无法触发的。这个天赋就告诉你谁身上有附带证明，那就打谁。所谓实战当中，托帕的战绩可以指定敌方目标挂这个附带证明，总体机制可控，机制也相当优秀了。托帕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秘技，日常跑图可以寻找大世界宝箱和铺满补号战绩点。如果是打怪的时候，可以释放秘技点，可以开局回复能量，看前章回复的还是挺多的。以及大世界可以获取少量的摩拉，以及宇宙有概率获取奇物和碎片。好家伙，就算不是为了强度，可以考虑抽取这么一位聪明能干的托帕，也是美滋滋了啊。托帕的行进能力1，普攻视为追加伤害，那么这样的托帕伤害都是追伤害咯。行迹2，相当于火弱点的敌人伤害提高了，这点和影月君的行迹对虚数敌人类似啊。行迹3，大招状态下回能更快了。总体下来，3个行迹对于托帕来说提升程度都较为不错。从以上技能机制可以看出，托帕是一位拥有不俗的单体火巡猎以及挂追加易伤来辅助队友的角色了，能 C 能辅。这方面警员克拉拉或许就是托帕的最佳队友了，到时候也会带来测评啊，搭配警员或者克拉拉或者托帕当人的表现如何？到时候正式服也会带来测评的，有需要可以关注一波，谢谢。接下来观赏一下托帕的狱卒关追，烦恼者幸福者。没错，我是左边的猫，真香啊 ！Nice。言归正传啊，满级白值常规的一档，效果是体验18%暴击率与30%的追加伤害，追加攻击可以敌方挂温顺效果的状态，点满可以提升24%的爆伤。目前看下来，我看的比较懵，就是这个加爆伤能不能给队友吃到？如果可以，那么这个关追虽然很装，但是可以辅助队友嘛。那么抽取程度也会上升了。如果不行，单凭这种关追的效果，从目前来说啊，托帕能用而已了。至于说验清的追加伤害，那还是算了吧，抽取程度就没那么高了，很低。然后来说说下半希尔目前版本的表现吧。随着版本的更新啊，希尔作为一个铁道第一个限定量子主 C， 结合目前混沌以及宇宙的环境，有量子抗性几乎很少。加上有消息说 1.5 版本一套加同色队伍的一个角色加伤害。类似行星相会关追吧，那么量子队伍的伤害将会有不错的提升了。从个人角度来说，希尔灵命数值给的很到位，但是希尔作为第一个限定角色，官方在星魂方面上给希尔设计的比较保守了。从个人角度，只抽一只希尔来说，完全值得抽取，命座真的不推荐啊。高命希尔和低命希尔并不会有天地的区别，这个相信玩过买星魂或者看过星魂基本可以了解出来了。不过希尔的专武于夜色中虽然强度给的很不错是吧，但是考虑到黑塔的星海巡航可以搞到白嫖金武，从性价比来说并不会有很重要的提升。当然这也是我个人角度推荐的，不是什么必要，并不是说没有提升。这样子说吧，如果你的面板很拉胯，带的金武星海巡航确实很刮痧，但是练度比较高了，你带专武还没带专武，那么区别就不大了，这个得看你们的情况来选择，好吧。然后来看看卡池的4星 UP 关追，鼹鼠党欢迎你4星毁灭关追，因为有5星的星神陨落关追啊，导致这关追4星的表现都为一般，而且个别角色还不能吃满的关追效果。
第二张减防官锥，金1需要100多命中才能稳定触发，如果是金5需要43到67命中就足够稳定触发了。这张官锥特别依赖高叠影，适合佩拉没有新手任务开始前使用的。第三张唯有沉默，同样也是有5星的星海巡航嘛，这官锥表现也比较一般了，而且主要是暴击率覆盖率问题没有那么好。4星卡池还有全新角色桂乃芬火系虚无角色。卡夫卡喜提新队友了，这个角色除了常规的挂灼烧效果，还有挂易伤效果，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机制啊！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伤害，还能提升全队的伤害。加上后续新出的持续伤害套装，这一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位4星角色的表现吧，非常适合有卡夫卡的玩家去抽取。卡池的第2位角色卢卡，这位物理虚无角色，相信各位第一次抽卢卡应该还没有满吧？对于有拖帕有需求的玩家可以去抽取。不过这名角色也是属于比较依赖卡夫卡的角色了。树桑这位角色属于物理特化角色，打物理非常强，不打物理非常刮痧。从性价比强度来说，树桑不是很推荐去培养。卢卡和树桑均属于物理特化为主的吧，因为桂乃芬有群体易伤的表现，到时候也会在正式服进行测试的。从桂乃芬的气质和打扮来说，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最后总结一下，给出抽取推荐。如果你是预算一个 UP 来抽取 1.4 下半角色，你目前没有警员克拉拉情况下，主 C 又比较少，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抽取希尔这名角色的。如果你是有警员克拉拉的情况，你可以观望一波是否适配他们再进行抽取。但是从拖帕的机制来说，有输出能辅助，秘技也是相当好用了。我的想法怎么说也得抽取一个吧。至于拖帕的装我也是非常的装啊，加上巡猎的5星官锥都能用，个人觉得不是很必要抽取的。希尔的装光看你希尔的表现，如果你的希尔伤害不够再补，够了就无所谓咯。不知道各位对于抽取拖帕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好了，以上是本期视频的一个小小抽取建议分析。如果各位有看到这里，希望可以发弹幕证明你曾经来过，可以吗？有帮助到各位，希望点赞转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有缘再见，各位拜拜。